VR 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玩乐，我是你们老朋友翟老师。正如画面里大家看到的，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在快兔上玩 Game Boy 模拟器。虽然快兔上可以玩的古早游戏模拟器不少，但是这个 Game Boy 模拟器是创建了一个实物的模型，然后再去通过模型上的小屏幕去玩，而不是直接在 VR 一体机系统出现一个窗口。这就完全重现了当年 Game Boy 的使用场景，毕竟还原过去也是 VR 的一大功用所在。这个 Game Boy 模拟器是上架的 SideQuest， 还故意把最后 Y 字母改成了 V， 勉强算是为了避免版权追击。由于 Quest2 现在的触控模式下完全适配了所有2D 的手机或者平板 App， 不像之前有些打开会显示不完整。那接下来我就演示如何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在 Quest2 上直接下载安装 Game Boy 模拟器。好，我们现在先进到未知来源里面，打开我们已经提前安装好的 SideQuest。那这里你也是需要自己先从电脑上已经安装过了的。那因为我已经升级到了 V53， 从 V51 系统开始 SideQuest 它这个还没适配好，原本上面右上角有个搜索栏的，现在没有掉了。那我们现在就只能通过手动滑动页面去找这个 Game Boy 的模拟器的下载页面。如果你是 V51 以下的话，那应该是可以直接搜索的。它这个我自己试过了，它这个排名顺序并不是那么的靠后，你只是需要稍微往下面滑个几页，应该就能看到 Game Boy 模拟器的这个下载页面。好，我们看到了，我们直接点击进去。跳转之后呢，我们点这个蓝色的接受，然后可以看到它在它的页面的上方有一个红色的按钮，这个就是下载按钮，我们点击一下。那么我们SideQuest就开始自动下载安装了，因为它本身的安装包的体量也不是特别大，稍微等待个10几20秒就会马上就下载好了。下载好之后，大家记得，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又重新安装了这个SideQuest，它也会有一个基础的这个设置，就是要允许它安装软件的一个权限。等我们全都点击这个接受它的这个设置条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返回。返回之后，它的这个Game Boy 模拟器它就会自己安装下载了。安装完成之后，这里呢我是建议大家最好是先点进去看向 Game Boy 模拟器。为什么呢？因为它如果你后续下载游戏的话，是要把这个游戏移动到它这个根目录的一个叫做 GB 的文件夹。如果你像我现在这样下载好之后，先提前打开一遍，它就会自己默认创建一下这个 GB 文件夹，否则你要自己去手动创建。还有就是第二行，因为它是原生是韩国的那个字体嘛，韩文的字体，我们需要在第二行这边把它改成英文字体。那它当然是没有中文字体了，不过英文字体也是很简单的，我们都基本上能看得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进入这个安卓的 APK 商城，下载一个 ES 文件浏览器。因为我们国人普遍是更习惯用 ES 文件浏览器嘛，我们就用它就行了。当然你如果有别的文件浏览器具有这个安装功能都是可以的，反正我自己平时喜欢用这个 APK Pure 这个 APK 安卓商城呢，我觉得是非常推荐给大家。就是它有很多就是国内外的那个安装包，如果你是用自己国内的这个 APP 商城，很有可能一些国外的软件你就安装不了，所以说我是非常建议大家使用这个啊。那这里我搜索这个 ES 文件浏览器，把它下载安装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 ES 文件浏览器去把我们的那个下载好的游戏文件夹拖动到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个模拟器的目录里面。好，我们现在打开这个文件浏览器看一眼。因为也是刚安装，第一次打开也是需要一些同意一些条款选项啊。这边大家都是第一次安装都是有这个步骤的。好，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它的根目录，Quest2的根目录，你可以看到啊，我这里已经有了 GB 文件夹。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可以点下面这里新建文件夹，然后输入这个文件夹的名字，一定要选择 GB。确定，因为我这里有了嘛，它就会提示我现在已经安装过了，所以说它就不能成功创建。那反正到这一步，我们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如何去下载游戏。我们点击这个Quest2的浏览器，这边我先把页面给擦掉，重新带大家走一遍啊。那大家默认肯定是会用百度来搜索，我们输入百度，记得大家输入FreeRoms FREEROMS 这个网站，这里网站就有很多古老的一些游戏机的模拟器，
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在这边下载到特别多的游戏资源。这边我们点击这个 GBC， 然后下面还有其他的模拟器，大家有需要也可以在这个网上下载。然后我们点击中间这里就是 Most Voted， 最多投票的，然后这里进去之后就全都是游戏了，我们可以随便选择一个游戏进行下载。我们点击之后，大家看到它有个绿色的 Download 的，不要点击这个，它下面有个倒计时，我们一定要选择这个倒计时的下载链接，选择这个黄色的下载链接。点击之后它就会自己开始下载了，然后上面呢你黑框这个就是显示它的下载进度。那这边我们可以直接点击浏览器的这个下载选项查看，这边已经下载好了。 OK， 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到 ES 文件浏览器。这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下的是龙珠嘛 Jungle Ball， 然后我们现在点击这个，它是一个压缩文件，我们点进去之后再点一下，然后选择解压，左下角这个解压，这边路径嘛，大家可以随便选一个都无所谓的，只要你最后能找到自己解压出来的这个游戏文件。我们点击解压成功之后，我们就要去找到我们解压出来的这个文件。记住，我们解压出来是一个 GBC 的后缀，我们在这里可以选中这个文件之后，去查看它的属性，确认它的后缀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GBC 文件。然后确定是之后，我们就要点击左下角这个复制，然后找到我们那个 GB 文件夹，我们返回一下，回到根目录中间这个 GB 文件夹，然后下面选择这个张贴，然后就把它移动过去了。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 Game Boy 模拟器里面去开启这个游戏。进到模拟器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的第一个菜单选项这里出现了刚刚我们安装的龙珠这个游戏。大家以后呢安装的游戏都会在这里显示出来，如果你要玩哪个游戏，直接点击这个游戏的名字就可以了。然后它其余的选项，第二个是设置选项，第三个是接通这个蓝牙控制器的选项。那我们现在已经点开了龙珠的游戏，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在我这里已经正式运行了。那这里的操作的话，我们左手柄的 XY 键是选择键和 Start 键，然后我们右手柄的 A 和 B 就是这个对应于这个 Game Boy 的 AB 键，然后摇杆的话就是对应方向键。然后我们要注意，在第二个选项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更改的，比如说你可以更改你的这个 Game Boy 是用左手拿还是右手拿，大家要看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它这边有个 Head 选项，就是头部选项，但是它这个头部选项应该是没有修改完整啊，它是放在你的下巴的视角，所以说你是看不到的，你一定要把它改成手部视角。这边如果能再优化一下就好了，因为它这个手部视角有时候不能居中，你懂我意思吗？你左手拿或者右手拿就是不能居中，其实是拿起来的时候稍微有点怪。还有就是你可以更改它的大小，一的话就是它真实的尺寸，然后最大可以改到 2.5， 这里面看的不明显啊，如果你是在 VR 里面看，它这个 2.5 其实是变得相当巨大了。然后就是修改它的颜色，这边颜色可以有红色啊、绿色啊，还有紫色，都是很原始的那个颜色，我觉得非常符合我小时候对它的印象。然后下面就是屏幕的一些设置，你可以更改是否有玻璃效果，还有就是更改是否有这个背光效果，这边都是可以修改的。我个人觉得把这个玻璃效果给关掉，然后把这个背光开起来，这样是整个视觉效果是最完美的。大家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整。然后最后就是你可以连接一个蓝牙的控制器。那具体这个蓝牙控制器我是觉得没有必要了，反正因为它本身 Game Boy 的按键就非常的简洁，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 VR 手柄的控制器去玩它就够了。那到这里该介绍的也全都介绍了。今天其实我是故意说的这么细节，其实我的目的不是说让大家如何去下载这个模拟器，更主要的目的是让大家学会就是完全脱离电脑的情况下利用 Quiet 2去操作。其实它现在这个触控模式已经完全兼容手机和平板设备的一些 APP， 所以说大家现在可以非常自由的去选择一些自己平时会用到的手机软件或者是平板软件，安装到Quiet 2上去使用。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是陪着 VR 成熟 Loading VR 走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关注我的频道，点赞、投币、转发3连，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